季先生一定会喜欢这条的。石小姐，您眼光真好，谢谢。陈先生，你也来了。离婚5年后，我在奢侈品卖场遇到了前夫陈日光。您太太上周为您挑选的那套西装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。这单一起付了吧？不用了。阿姨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恨我？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恨的，早就放下了。施小姐，好了，谢谢。上车吧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等公交车。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上车吧，就让我送送你。平安小区，谢谢。平安小区？你怎么住那儿啊？那不是早就荒废待拆了吗？你一个女人，而且……他话说不下去了，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。平安小区，那是我母亲死去的地方。别过来，妈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能不能别吓我？阿姨，别走妈的老路，嫁给太耀眼的人，会伤了你自己。10年前的今天，他拒绝参加我与陈玉光的婚礼，从10层楼的天台上一跃而下。还是把窗户摇上吧，你一吹风就会感冒。你要是觉得热，我就把温度调低点。我现在不会了，你随意就好。喂，老公，你拿到衣服了吗？现在在哪儿呢？拿到了，遇到了阿叶，送到一趟。阿姨回来了吗？也是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一起聚会不叫我呀？认识李若思10几年，我从没有听过他用这样的语气说话。从前，他内敛沉静，只一心扑在绘画上。别哭了，名额都让给那个姓孙的家伙了，你只会躲在这里哭吗？算了，阿姨，我没关系的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那是你准备了快1年的心血，怎么能让给那个连静物都画不出的废物？你等着。阿姨，这可以啊，线条流畅，颜色也不错，可以多看看。我拎着棒球棍当众砸了那人的参赛作品，代价是我因为损坏公物和扰乱教学秩序被关了3天少年所。果然，绝对的偏爱会让人长出血肉。记忆里那个总是低眉顺眼、受了委屈也只敢躲在画室角落哭泣的女孩，仿佛被岁月彻底冲刷了痕迹。就是偶遇，人家还有事儿呢，说完我就回来了。偶遇说明咱们有缘呀，请老朋友吃顿饭怎么了嘛？行了，别闹了，先不说了。陈玉光还是一点没点，他决定的事谁也阻止不了。李若思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一点。谢谢。阿叶，我能问一下，你那个领带是买给谁的吗？我老公。你们家庭美满，我也早已婚嫁。同样的款式，5年前你也是这样买给我的。所以呢？
当年那件事发生之后，我想离开这个伤心地，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初到美国之时，我在街头以卖画为生，直到有一日。I'm so sorry. Are you okay? 你是中国人？这画好熟悉，笔触也非常熟悉。你见过这幅画吗？能不能帮我临摹一幅？我想要一幅完整的。这幅画不是我在大学时期的一幅作品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当年他在国际画展上看过我的画，描的画，一眼便爱上了那幅作品，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，但都失败了。季明总是会在下班的时候拎着自己做的饭来到我作画的地方找我。没吃饭吧？趁热吃。谢谢。我先走了。但每次我都能发现他在角落偷偷看着我。不久后，他的生日，我便将这幅画送给他做礼物，他很喜欢，直到现在都挂在书房的墙上。我与他朝夕相处半年，他知道了我的过往，我也知道他是海市首富的身份。那段时间为了海外的业务在美国工作，在我生日的那天，他包下了一间餐厅向我求婚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担心会像他一样伤害你？你相信我，我比他好。那一瞬间，我脑海中闪过这一年他对我的种种，我很清楚他和陈玉光不一样。其实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逞强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只是希望你过得好，而不是现在这样。你是觉得我要成为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，不可以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。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我今天碰到陈玉光了，你先别着急生气，他欺负不到你女儿头上了，而且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傻了。看看咱妈的盛世美颜，老看一张黑白都看腻了。年少时的盛夏，讨债的人找到陈玉光家里，喊打喊杀，那本该挨在陈玉光脸上的拳头，猝不及防打在了我的脸上。徐，母亲心疼我，让我不要跟陈家人来往。阿叶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跟陈家人走得太近，他们家那条浑水。但没料想到，陈玉光妈妈拖着残疾的双腿，跪在我父母面前，不停地磕头道谢。
于是母亲心软，近10年的春夏秋冬，我家的饭桌上常添了一副属于陈玉光的碗筷。妈妈，你辛苦了呀！快让我吃一口。哎，等下，玉还在呢。来，妈妈还给你们准备了东西，这个是阿叶的，逢年过节添的心，这个多了一是玉的。谢谢阿姨。你们干什么？看人家孤儿寡母好欺负是吗？母亲甚至不忙时帮陈母治痰，有人欺负到头上了，火力全开，骂得那人不敢再来。后来，他们甚至以姐妹相称。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个一向懦弱自卑，连说话都结巴的妹妹，爬上了姐姐丈夫的床。离婚吧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宋兰。阿姨，放开我女儿！你一家人都不是好东西，没有好东西！那时候的我也哭了，说的却是诛心的话。妈，余光又没做错什么，你为什么答应我？当年和陈玉光离婚后，我烧了所有与他相关的东西，没想到这里还有漏网之鱼。张阿姨，阿姨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一点都没改变。有光拗不过我们突然造访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我就不请你们进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若思没别的意思，他就是想来看看你，他还给你带了礼物呢。阿姨，这套护肤品是我最近用着觉得很喜欢的，家里刚好多一套。之前我们不是也会相互送礼物吗？这个我就想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和我家保姆阿姨用的那款有点像。这照片，阿姨，你应该还没放下吧？不至于，一张废纸而已。我知道你还心存芥蒂。如果你和玉光还在一起的话，今天刚好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当年的事，我也是十里有情。阿叶，就让我们请你吃顿饭吧。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告诉我，都是老朋友，千万别客气。好。阿叶，你是不知道，当热气球升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卡帕多奇亚的景色简直美得不像话。玉光还特意准备了私人导游，专属于我们两个。每年一到冬天都要我提醒才记得涂，上次亲得太用力了些，都出血了，你还不长记性啊？别闹，开车呢。看我，你都忘了阿叶还在呢。阿叶，我和玉光一直都是这么相处的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我都习惯了，一时没注意。当然不会，当年你们滚在一张床上的样子我都见过，怎么会介意现在这种小场面？如果母亲还在的话，应该也会惊叹于我现在的改变。当年父亲执意要为了林素兰离婚，今天逼疯了母亲，
而我背地里和陈玉光变成夫妻这件事，直接要了他的命。哎呀，这样背叛我，你竟然跟他儿子在一起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觉得自己对得起我吗？妈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和玉光是真心相爱的，你的幸福没有我，我还不能追求我自己的幸福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别过来！妈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能不能别吓我呀？阿叶，别走妈的老路，嫁给开药眼的人，会伤了你自己。起初，我只是恨父亲和严素兰，是他们背叛了妈妈，逼得她短短时间内，从一个无坚不摧的女人，变成了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怨妇。后来，我恨我自己。那段时间里，行了，我唯独没有恨着陈玉光。快回去吧。他是一颗被蒙尘了的珍珠，你肠胃不好，是命苦却又无能为力的孩子。办完母亲的葬礼后，我在本该度蜜月的时间里，独自去了南方，待了1个月。要不还是我陪你去吧，你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。是啊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一起分担，别自己扛着。不用了，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。若思，我不在了，你要照顾好月光。放心吧。后来的1年，我们3人的关系比以前更亲密。陈玉光愈发待我好，公司赚下的第1桶金，他全用来买下那套我喜欢的宝石手链。OK， 到了，3、2、1。我生日，他在全城燃放烟花庆祝。每个月的生理期那几天，他会推掉所有线下会议，陪我在家办公。我从没怀疑过他爱我爱得入骨。直到某次偶然，去了他的办公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？出去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停！玉光，我疯了似的砸了屋子里所有能砸的东西。那沙发上曾经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。李若思，你看着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阿言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们不该，可是我们已经无法控制的相爱了。求求你，你就成全我们吧，可以吗？他低三下四的样子，像极了那年初雨，他在阴暗巷子口被几个太妹围着欺凌的模样，那么无助，那么需要保护。也是那一年，为了保护他，身为3好学生的我，第一次跟人打架，彻底得罪了那群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放学都不敢一个人走小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要丢啦！好。3、2、1。我也将我最真实的、象征幸福的婚礼捧花亲自交给他，真心祝福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如今，他却躺在我丈夫的怀里，哭着求我成全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重要吗？这是公司，不是你家。这不重要吗？这玉光这不重要吗？
你们把我当狗一样耍。你告诉我这不重要。我告诉你，去年3月，你抛下我去南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我无意隐瞒你，只是那个时候你母亲刚去世，我不想刺激你，所以由着你的性子，勉强和你在一起。若思已经受了很多苦，我不想她再为我担惊受怕。我本来想是等你母亲忌日过后就跟你提离婚的，今天你正好看到，那我就把话说开，离婚吧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只要若思，我只要宋兰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彻底明白，当年我站在陈玉光这边，推向母亲的那一掌有多重。和陈玉光离婚前，我还是大闹了一场。我用手机拍下他们在床上狼狈的模样，印成无数张传单，配上文字，发给他公司的每一位员工。太劲爆了！在写字楼下用横幅曝光两人龌龊的关系。去学校举报李若思行为不检点，在他毕业典礼上雇人在大屏幕上循环播放我们3人之间欢声笑语的视频。曾经被我视为珍宝的回忆，全部成了我攻击他们的武器。为了为李若思保驾护航，陈玉光终于肯正眼看我。陈玉光，你好大的本事，竟然还能给他办画展。若思一直都想像你一样，现在梦想就快实现了，与你我的恩怨无关，你别去给他添乱。怎么能叫添乱呢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到时候画展上的人肯定都会很乐意看到那些杰作。你可以试试。你觉得我不敢吗？陈玉光，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了。不，你还有。城南西山墓园 C 区7排12号。你要是还想给你母亲留一片清净地，就听话一点，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然后离我和若思远点。陈玉光，你还是人吗？当初你和你妈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，是我妈收留了你们。签字，然后继续。我泼了陈玉光一脸咖啡之后，那天晚上我在母亲的墓碑前哭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我还是和他去了民政局，情况却和想象中有些不一样。陈玉光只分给了我一套他家的老房子，城北郊区的老房子归你，其他资产用于弥补你对公司造成的损失。要不是若思求情，你1分钱都没有。舍不得啦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去吃饭吧。我曾以为那些激烈的报复能让我疼痛的心得到平息，直到他亮出最后的底牌，我才明白，我是玩不过陈玉光的。从小就是，我所有的愤怒和挣扎在他面前不堪一击。心灵钥匙是我和李若思少女时代通信里最常出现的词，代表友谊，地久天长。师傅，去美术馆。去往南方之前，我还是去了李若思的画展。我怀着最后一丝近乎自虐般的怀念，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。那个看起来不错啊，好有新意啊！踏进会场的那一刻，像是一只窥视别人幸福的老鼠。哇，你看这个作者好厉害啊！这个色彩用的好大。我看见那幅名为《心灵钥匙》的画，真的很。那是2幅光着的躯体，陈玉光的背，哇，他这个设计我的床单，想到的，我亲手种的玉兰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和陈玉光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地方是我家。怎么了这是？
这位女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有什么需要帮忙？我看着好像有什么……这怎么能画出来的画呢？如此，这怎么像强盗一样？抱歉。替我涉及金额已经超过1万亿，我被判3年有期徒刑，附带赔偿物质损失以及精神损失，狱中几番寻死，却又被奇迹般救了回来。1年后，我因表现良好，减刑出狱时，身无超。对不起，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，下次我会让若思注意分寸。不用，你们是夫妻，恩爱是应该的。我就是看见你，想起了当年那件事，没别的意思。刚刚去补了个妆，没让你们等着急吧？给我开了，快吃。以前呀，我们3个最喜欢一起凑钱吃火锅了。多吃点，别客气，今天我请客。之前是阿叶将就我们，他胃娇嫩吃不了辣，你忘了？没事啊，我胃现在好得很，毕竟几年如一日的调理，早已经让我的身心恢复到最好的状态。喂，老公。老公，阿叶，你结婚了？老婆，带小崽子上个电视，比我上10天班还累。等你回来看见我，肯定会说我瘦了。哪有妈妈？爸爸今天被一个阿姨搭讪，聊得可开心了。臭小子，专门给你爹挖坑是吧？那是主持人在做探访呢。别瞎说。季总裁，谢氏集团现在稳步上升，您对公司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吗？等我回去好好审问你。阿叶，你真的结婚了？他是谁啊？是本地人吗？如果你实在过得很拮据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我和玉光都会帮你的，都是老朋友，千万别客气。他们大概不知道，海市的首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需要他们的帮忙的。够了，若思，你今天说话有些不知分寸。如果阿叶已经结婚了，他为什么还会住在那个破旧的地方？而且他玄关的鞋柜处没有一双男士拖鞋。阿叶，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是谁，但如果那是你的老公，让你住在那种地方，我觉得他还不够格。看看这个。这房子不是听说要拆迁了吗？我用城东那块很多人瞧着的地跟开发商换的，现在这块地和上面的房子完完全全属于你。我知道，那里有你和母亲的回忆，是你的寄托。我不希望你失去它。那所老房子是我专门祭奠母亲的地方，每年都会独自回去住几天，做一顿饭，陪母亲说说话。今年正巧给陈玉光撞上了。玉光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阿叶结婚了，你不替他开心吗？说不定他连孩子都有了，这也是好事儿啊。哎，阿叶，快看，是季氏集团的总裁季明，真是年轻有为，长得还这么帅气。要我说呀，阿叶，你就应该找一个像这样的，才配得上你。
你那个要是过得不如意，不如趁早离了吧。女人啊，还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季明确实算个人物，手腕、实力、眼光都是一流的。如果有个女人被他看上，那一定也很优秀。不知道像季明这样的人，以后会娶一个什么样的富家千金？阿叶，我觉得你的老公有些不太会照顾人，让你住在那种地方，作为你的老同学，是见不得你受苦的。这里有张卡，里面有钱，不用你还，我会定期向你们打钱的。是啊，阿叶，你就收下吧，就当是我和余光的一点心意。你为什么要突然给我钱？有些事情终究是要弥补你的。当年离婚，他跟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我，吃准了我拿他没办法。现在已经各自有了家庭，忽然又给我钱，是吃准了我难以拒绝吗？陈玉光，你要是真的感到抱歉的话，就让你和你那个妈去我妈的坟墓面前磕100个响头，或许我会觉得你是真心。你阿叶，把卡拿上，放手，就当是为了你自己，别逞强。陈玉光，你有些越界了吧？那让我送你回去，天色已经晚了，你还一个人。是啊，阿叶，就让余光送你回去吧，安全第一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一会儿我老公会来接我。谢谢你们请我吃的这顿饭，我吃的很好。谢谢你们请我吃的这顿饭，我吃的很好。你撒谎！你怎么可能结婚呢？你当初为了我命都可以不要，你告诉我你结婚了，你别逞强好不好？阿叶，我知道当年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抢走余光，我心里一直很愧疚，我想弥补你，但你不能因为恨我，你就撒谎作践自己啊，何必呢？撒谎，作践自己，你们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呀？我郑重的在告诉你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老公很爱我，我们过得超级幸福。你们不用在这儿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的在这儿挑拨离间了。阿叶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家我们又不是没去过，没有一丁点男人存在过的气息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当上了那种上不得台面的老男人的情人啊？阿叶，你不能自甘堕落呀！破坏别人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你有这个闲心，在这儿对我进行这么富有想象力的恶意揣测，不如去关心一下你那个靠抄袭和资本运作捧出来的画者，看看还能坚持多久。够了！你告诉我你结婚了，那好，你的结婚对象到底是谁？陈玉光，你听好了，我的老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海市首富季明。陈玉光，你听好了，我的老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海市首富季明。季明？哪个季明？海市首富季明啊？失业，开玩笑也有个度。季明他刚刚回国，在媒体上露面也是屈指可数的，他怎么可能结婚？也是，作为首富的季家向来低调。当年我们在国外办了一场低调美好的婚礼，没几个人知道。就是啊，季家是什么样的身份？百年望族，顶级豪门。像季明这样的人，就算是娶，也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顶级名媛，而不是像姐姐你这样一无所有的普通人。阿叶，季太太的身份可不是那么容易好冒充的，这玩笑有点太大了。好，就算你结婚了，结婚对象是你的季明，他季明怎么可能让你住平安小区那样破败待拆的地方，还让你背这个破包出门？阿叶，趁现在听到的人还不算太多，你赶紧改口。我和余光就当你开了个玩笑，也不会往外传。如果这件事儿不小心传到季家人的耳朵里，冒充季太太，破坏季家的名声，季家人
会怎么对付你。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布布，哎呀，妈妈，你在电视上看到布布了吗？布布是不是很乖很棒，没有乱动哦？布布最厉害啦，是全世界最乖最棒的小宝贝啦。原来如此，你不仅学会了撒谎，你还未婚先孕，你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真是让我变得一点都不认识。小叶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自己品行不端就算了，怎么还生下了一个媳妇不祥的野种？你这样会毁了孩子的一生的。我才不是野种，我有爸爸，爸爸对布布最好了，爸爸妈妈最爱布布了。小朋友，你告诉我，你爸爸叫什么？我爸爸叫季明。石野，你不仅说谎，你还哄骗小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些话要是传到季明耳朵，他们会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和一个孩子去玷污季家的名声吗？你们会受到惩罚的。谁敢动我太太和儿子？季明他怎么会来这里？完了，一定是石野胡说八道的话传到他耳朵里了。玉光，不能让季明误以为我们和实业是一伙的，必须立刻划清界限。季先生，季先生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，是这个女人，她早些年受了点刺激，精神可能不太正常。哎，对，所以总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还非要说自己是您妻子呢。是啊，季先生，我们虽然是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但是今天晚上确实是偶遇。他非说他是您妻子，还说那个孩子是您儿子，我们怎么劝他都不听，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呢。啊，对，这孩子来历不明，怎么能胡乱认父，玷污季先生的清誉呢？哦，我们虽然是旧相识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。今天晚上真的只是偶遇。哎，对，季先生，他们就是胡说八道的，要是不小心冒犯到您了，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了他们两个吧。多大了，还总是让我老婆抱，自己多重不知道吗？要是他累坏了，拿你试问。爸爸胡说，明明爸爸也让妈妈抱，羞羞脸。二位，礼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先生季明。这二位就是陈先生，还有陈太太。是。不过，我刚刚好像听二位说我太太精神出了问题，还说我儿子是野种。不是，我们胡说八道的，天大的误会。对，季先生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阿叶说的都是真的。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任何诋毁我太太和儿子的话，尤其是当着他们的面。老婆，儿子，咱们走，回家。阿姨，陈玉过，你干什么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非要追出来给他钱，我们就不会遇到季明，我们也不会这么丢人。怪我？是谁一直在阴阳怪气？是谁像个泼妇一样指着别人的孩子说是野种？你觉得我们死而不够快吗？泼妇！陈玉光，你当着我的面把你的副卡给别的女人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是你的副卡，前段时间你妈生病问你要，你推三阻四，要是没舍得给，现在你转头就给了别的女人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我凭什么眼睁睁看着我的老公去关心别的女人？陈玉光，你有没有心？从你进这家店开始，你就魂不守舍。当你听到他说他结婚了，他有老公了，掌心的肉都快抠烂了。陈玉光，我到底算什么？
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算什么？算你自作自受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算什么？算你自作自受。她本来是你的闺蜜，是你抢了陈太太的位置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而她呢，过得这么惨，你心疼过她吗？我只是给了她一点点钱，你就受不了了？她当年知道真相的时候有多心痛。我现在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就不能放过她吗？陈玉波，你现在装什么生气？当初是你先碰的我，是你说受不了她高高在上的大小姐脾气，是你说跟我待在一起更舒服。现在装什么生气？李若思，你怎么心思这么歹毒？我歹毒？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？现在时也成了高不可攀的祭台，后悔了？你嫌我碍眼了？你自己回去吧，我去找阿姨。陈玉波，你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我不睡了。刚睡着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从回来开始就怪怪的。我今天只是和他们吃了顿饭，全程就我们3个人，正大光明。我知道，我去接你之前，负责打扫平安小区那边的阿姨发现了这个，放在玄关上很显眼。她拍照问我是否需要清理的。这个呀，我差点忘了。既然他们上赶着送，那我干嘛不要呢？正好，宁姨最近说她之前用的护肤品用完了，我看她挺喜欢那个牌子的，拿来送她刚刚好，物尽其用。再说了，我也给你买礼物了呀，你看，我帮你戴上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挺不错的，合适。我的眼光果然不错。谁在意这个了？不在意呀，那我拿去推掉好了。I got too close, will you promise you rescue me? Take me from the hell 今晚我帮你洗澡吧。 when you come in. 老婆，今晚我帮你洗澡吧。你洗得干净一点，差点就沾到不干净的东西了。季总这是要以身试法，亲自检查有没有残留。必须亲自检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那要是检查不合格，季总打算怎么处理？不合格，那就只能反复清洗，直到我的季太太浑身都充满了我的气息。阿燕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地位？我们季大总裁在商场上运筹帷幄，杀伐决断，没想到在感情里还像毛头小子一样患得患失啊！商场上的项目没了可以重来，亏了可以再赚，但你只有一个，谁我不能错，也错不起。傻瓜。
喂，周阿姨。夫人，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您，我今天早上照常过来打扫。您家门口的地上有好大一堆烟头，密密麻麻的，我觉得还是得告诉您一声。楼道里一股子浓重的烟味和酒味混在一起，差点没把我熏晕过去。我检查过了，门锁好好的，家里倒不像是有人进去过的样子。不过楼下的张大爷说，这几天总听见奇怪的声音在楼道里响起。你说会不会是来蹲点的贼呀？辛苦您了，周阿姨，我一会儿亲自过去看看，您就先回去吧。哎，好。平安小区虽然老旧，但前几年自从季民买下之后，也有用心找人维护，已经少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人。阿姨，喂，你好，麻烦上来一趟。现在你满意了？陈玉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家？你还要在这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？人家十一现在是高高在上的季太太，住着庄园，享着泼天的富贵，用不着你在这假惺惺的关心。醒醒吧！陈玉光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这些天你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我。难道当年你对我说过的誓言都是假的吗？都是骗我的吗？你告诉我！当年，你还敢跟我提当年？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毒妇，我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？我怎么可能背叛他？都是因为你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天夜里是你穿上他的睡衣来勾引我的。陈玉光，当年是你让我这么做的。说，我杀了你！我说，我杀了你！季夫人，非常抱歉，是我们的疏忽，我们立刻将这2位列入小区访客黑名单，永久禁止他们进入。阿姨，听我说，我后悔了。我没空在这儿陪你们2个人唱2人转。陈玉光，还有你李若思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希望以后你们2个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阿姨，听我解释。阿姨，阿姨，老师。在学校要乖乖听话，好吗？好的，那你要第一个来接我。好。小叶，是十叶吧？我是林阿姨，是玉光的妈妈。你应该还记得我吧？离婚吧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苏兰。最近真是捅了熟人窝，1个2个，阴魂不散。走吧。站住！是你，是不是你怂恿玉光，让他逼着我去给你那死去的妈磕头认罪？你在车里乖乖等一下妈妈。陈玉光，他竟然真的跟你说了这件事，还真是孝心可嘉呀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你看着我们家发达了，就想来分一杯羹，这也就罢了。但你还怂恿我儿子，让他逼着我去给你妈认罪。我告诉你，当年是你爸非逼着要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我除了抓住
那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谁没有点难处呢？你说是吧？可是你呢？你跟你那个死去的妈一样，你们都是虚伪的人。他当年告诉我他有多心疼我，可他砸到我头上的那一下也没有一点含糊。他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，活该他短命。本以为时隔多年，内心早已坚如磐石，对这些污言秽语可以毫不在意，没想到却还是被眼前这个面容扭曲、肆意诋毁母亲的女人激起了滔天的怒气。这怒火灼烧着我的理智，让我至今发怒。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还想打人不成？林素兰，你还是以前不怎么说话的时候更讨人喜欢些。要不是我爸死得早，他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能再找一个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干什么？真打呀你！我告诉你，我会到法庭上告你们的。你给我等着！如果需要起诉我们的话，可以打名片上的电话，我们的律师会直接联系你，与你洽谈。妈妈，这个怪奶奶是谁啊？布布先去上学，放学了妈妈第一个去接，行不行？行。开车。站住！站住！老师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啊，布布妈妈平时不是最早就来了吗？今天怎么还没到啊？好的。布布啊，你妈妈路上有点事耽搁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布布会乖乖站在这里等的。好，真乖。啊，这小朋友之间不许打架啊！布布，你这个乖奶奶怎么在这儿？布布呀，你妈妈让我来接你的，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不行，我要站在这儿等妈妈。把她抱过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坏人！车子怎么回事？已经检查了10分钟了，还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吗？好像是冷冻液管子的问题，具体估计得到 4S 店排查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叫别的车过来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吧。布布老师，不好了，布布妈妈，布布不见了！什么？我们要去哪里？到了你就知道，你肯定去过那里。妈妈守到我的位置，应该很快就能过了。布布不怕，坏人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的。清明怎么还没来？人都找好了吗？兄弟们都准备好了，只待夫人一声令下。是布布发来的位置，看来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布布的位置我同步给你了，你一会儿直接带人过来。好。就这个位置，快！敢动我启明的儿子，我就不耐烦了。下来，别动，过来。到了，就是这。怎么会是这里？放开我！妈妈带我来这看过外婆，我记得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我
我警告你，别管儿童可是犯法的。哼，你放心，我就是带你来看看你外婆，让你给她上炷香罢了。你会这么好心？我不信你，你肯定是坏人。你闭嘴，吵死！把他嘴给我捂上。好，闭嘴。走。姐姐，是不是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？今儿啊，我还带着你最亲爱、最宝贝的外孙来了。布布，来，过来给你外婆磕头。我不磕。贱种，果然跟石爷一个德行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把他给我拽过来，磕，让他磕。你敢在我外婆面前这么欺负我，我外婆会找你算账的。你外婆这个废物，别说是欺负你，就是我绝了她的坟，她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生前看不出自己的男人，死后也是个没用的废物。不许你骂我外婆！给我磕，磕到我满意为止。磕完，我再给我这个老姐姐挪个地儿，我要让她女儿石叶这辈子都找不到她母亲。给我磕，拉住她，给我磕！不想要钱了吗？跪下！跪下！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还没来？这个坏人欺负我和外婆，我们要坚持不住了。我愿意给我外婆磕头，但绝不是被你逼着磕的。好啊，你还挺有种。要是我把你外婆的坟掘了呢？啊！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决定了吗？磕还是不磕？磕还是不磕？好，看来你的骨气比你外婆更重要。别跟我外婆我磕！小兔子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妈妈！出事！妈妈，别担心了，布布没受伤。聪明勇敢，不愧是我儿子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当然是我给妈妈发信息了呀，大笨蛋！抱歉，季总，夫人，我们来晚了。把林素兰扣起来，将他们2个人一起带到警察局接受惩处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挂念我母亲，那就在她墓碑前好好磕头道歉吧。动手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放开我！师爷让你的人放了我，要不然我肯定饶不了你。你现在寡不敌众，还敢威胁我呢？你个杂种！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个废物！要不是你，我妈也不会郁郁而终。怎么还有脸挟持她的外孙，在她面前讨伐的呢？贱种！我要去警察局告你虐待老人！谁能证明你的伤是我导致的？放下手。桑，谢谢老公。妈，对不起，打扰你清静了。改天我再来好好看你。
把他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，放开我！走！放了我！我跟你们说话呢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凭什么抓我呀？该抓的人是他，是这个贱人！他虐待我，他伤害老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应该抓他才对。你们看看，我浑身上下的伤，全是他造成的。警察叔叔，那个坏奶奶骗人！你个小贱崽子，看我不出去，找人把你弄死！警察同志，这个女人把我儿子从幼儿园拐走，还私自把他带到我母亲的墓地，逼他下跪，这对孩子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心理影响。好，了解情况了，谢谢你们的配合。警察同志，哎，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啊？我说让你们放了我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儿子是谁呀？一会儿我儿子来了，让你们一个个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啊，诱拐儿童，威胁警察，是想罪加一等吗？我没有诱拐儿童，我就是想带着他去他外婆的坟前磕个头，这也有错吗？警察同志，我这玉光，快，你赶紧让他们帮我把这个解开。夫人，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啊，他们所谓的人民公仆就是这样欺负我的。你听我说句话呀，哎，妈，当年你和石叔的事，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石爷的母亲被你逼死，你在暗中撺掇，我也忍了。现在你还绑架石爷的儿子，你是想让我去死吗？妈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没有绑架他，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，但是他们居然想让我……陈先生，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轻拿轻放的。季总说了，凡是威胁到夫人和少爷生命安全的人，我们是不会让他轻易在海市随意游荡的。哼，还敢跟我放狠话？难不成还想把我杀了啊？季家是守法公民，不然你认为你还有资格坐在这里安然无恙？你以为你们是谁呀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海市首富季敏先生的夫人。什么？海市首富？一个被我儿子玩腻了的贱货，怎么可能是海市首富的？你别说了！请问，我妈的量刑大概是多少？这要看法院那边具体怎么判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怎么伤着了？若思，月光他不要我这个妈妈了，月光他不要我了。妈，怎么会呢？您不仅是玉光唯一的母亲，还是孩子唯一的奶奶。孩子？你是说你怀孕了？今天早上刚查出来的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。玉光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若思怀孕了！玉光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若思怀孕了！这也是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菜市场，请你想点事儿。警察同志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您在这签个字就可以离开了。啊，妈，先别说了，等玉光先把这里处理完再说。没什么好处理的。当年石毅坐了1年半的牢，也是拜你们所赐，这就是因果报应。我不可能拿陈氏的未来去赌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妈。玉光，你真的要做不孝子吗？玉光，你给我回来！玉光，阿姨，不许靠近我妈妈！没事的，婆婆，没事。阿姨，我的母亲是个没什么见识的农村女人，我向她对你做的事道歉。你们走法律程序，想怎么惩罚她都可以，我不阻拦。这些天我也想清楚了，我要让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明天我就会和李如斯离婚，那个孩子也不会讲理。你的家事不用跟我说，况且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
也包括你。我知道，我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自己。看到你过得开心，我替你高兴。我们已经是陌路人了，你不用装出一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深情苦情男，没人在乎你高不高兴。不，我们走。阿叶，被告人林素兰以欺骗、引诱方式，意图将未成年人带离监护人，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拐骗儿童罪。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，鉴于被告人犯罪目的卑劣且无悔罪表现，对社会秩序和儿童人身安全造成潜在威胁，依据刑法第262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林素兰犯拐骗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法官大人，我婆婆她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她只是一时糊涂，而且我怀孕了，可能是我说的有些话刺激到她了，求你就看在她一片。余光，你说句话呀，你帮忙说句话呀，余光。求情意见，本庭已经听取，但法不容情。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必须依法惩处。休庭。这次，余光，救我！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余光，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。是因为你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你说什么？你怪我？难道不是吗？要不是因为你当初不要脸爬上师爷他爸的床，我跟他能变成这个样子吗？都是因为你！你个不孝子！妈！余光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呀？妈真的被判了3年，我们得想办法上诉吧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余光。哎呀！余光，我们这是回家吗？余光，这不是回家的方向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说话啊，余光！陈余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带我来这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放开！就是他，走干净点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肚子里可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亲夫呀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陈余光，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老公。你们伤害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能害死陈余光！你放开我！我要把我的孩子放开！放开！陈总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就已经收到了7家公司的正式解约函，其中包括我们合作了5年的大客户启明科技，还有银行那边来电话说我们下个季度的贷款被明确拒绝了，公司的资金链彻底断了。财务部核算过，公司的流动资金加上固定财产也很难填补这个窟窿，除非立刻变卖您名下的房产和股权套现，否则公司只能申请破产清算了。滚！给我滚！
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对不起阿姨，我这种人活该被众叛亲离，活该一无所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退。重症肺炎，烧还没有完全退，都住院3天了，连个探病的人都没有。唉，也是可怜人呐。休息会儿吧，别累坏眼睛了。夫人，有您一封信，陈玉光先生寄的。不看了。他不值得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要买画吗？我是美院毕业的。啊，这是我老公，我老公很爱我的。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，叫……快走吧。叫……先生、女士，你们要买画吗？我是美院毕业的。宝宝，你们的孩子真可爱，我也有一个宝宝。我老公很爱我们的，但是他有点忙，不过他一有时间就……我的画还要拿去展览呢，可不能弄脏了。妈妈，这个阿姨说话好奇怪呀，好像有点眼熟。你认识她吗？不认识啊。妈妈，我要吃糖葫芦。好，那妈妈给你钱，你自己去买好不好？好，去吧，慢点，别摔了啊。季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。是因为你值得。妈妈，你看。